美伊战争爆发，川普跟他周边的人士现在是在大赚战争财吗？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一位神秘人士，他猜中了美伊会开战，一夜之间赚进1000万元新台币。另外呢，马克宏现在看到美国不可靠了吗？最近他宣布要扩充他的核武。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赶快来看到的是在开战前，突然间 X 平台上面有了一个赌局哦，引发了许多的质疑声，说这个消息是不是提前的泄露了？有人有了内线消息，知道美国要对伊朗展开攻击吗？因为呢，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消息传出来，这个赌局开出来之后，我们看到民主党议员怎么说？他说这一位神秘的人士啊，他赌注美国会对伊朗开战，结果确实就一天大赚了51万美元。换算新台币1600多万元，他说啊，这是川普身边的人在大发战争财呀。美国的参议员也这么说，认为这个行为实在是合法，但是非常的荒谬，称他说要提一个法案来封锁此类的交易，内线交易。再来看到亚利桑那州的这位参议员，他说这是明目张胆的内线交易，并且痛批说你怎么可以利用阵亡将士来中饱私囊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偷偷赚这个所谓的战争财吗？会是川普的朋友吗？干哥怎么看？美国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，连这种赚死人财的事情都能够发生。好，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未来事件预测平台，叫做 Parley Market。这个 market 呢，就是接受会员来下注，但是那个下注金可不是5块美金、10块美金的，一下注要下2万美金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专门告诉你说，我们有内线交易。当开始开赌盘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讲的什么话吗？当那个炸弹开始落下那一刻，你们就可以下注了。什么时候？2月28号前。为什么他们这个平台会知道？他们的投注的曲线跟事实的发展的升高升温的战争曲线是吻合的。请问你怎么会有内线交易的资讯才会知道？这个除非白宫的幕僚长，或者是能够知道美军前沿部署的军方高阶人士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下，就像你要采取某种秘密军事行动的时候，所有的战斗群里面的这个战舰的舰长知道而已，只有舰长会知道，航空母舰的舰长会知道，其他人通通不知道目标是什么。然后派出去的飞机到最后一刻才会告诉你，所以今天到底谁会知道这种东西？那都非常高阶，大家要理解。所以 Parley Market 它怎么有办法会事前知道？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发战争之财。这些参议员跟众议员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。其中有一个人单天一天赚了51万5千美金，这个人获利最大。其他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，获利比较小的。他一下注下2.6万美金，结果他赢了多少？他赢了20万美金，他的获利是7倍，一个晚上赚了670万台币。就像这样子的情况很多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，是怎么样？那为什么这个 Parley Market 他会知道这真的在28号当天会落下炸弹来？一定有消息。为什么不是29？我跟你讲哈，他们在28号。的那个下注金额达到最高，总采持9400万美金，然后下31号的只有4200万美金，这一切都可以当做调查的依据。所以我今天可以讲一句实在话，川普身边的人是不是赚翻了？我们是不是合理的怀疑？好，这个时候有人还在赚战争财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到，那国际社会也有许多的国家现在站出来痛批美国跟以色列。我们今天来特别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了。好，外长王毅特别痛批美国是违反了国际法，并且踩了红线，要求美国、以色列赶快停火。俄罗斯总统普丁则是痛批美以残酷、违法、冷血、谋杀，挑战人类的基本道义，也违反了国际规范。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，一边是在跟伊朗本来还说要来好好的谈有关于核协议，结果另外一方面他就直接出动军队了。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？未来还有谁相信美国？谢大使怎么看？
美国这一次是搞得像日本人当时突袭珍珠港一样的做法。日本的军阀当时突袭珍珠港的时候，日本跟美国的谈判代表，友好条约的谈判代表还正在华盛顿谈判呢。对，那发生以后，美国人还算客气，让他回去了啊。可是当时那个时候谈判代表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也被出卖了。可是搞偷袭，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国家啊，不是只有日本啊，美国也是其中之一啊。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外长在事后讲的最透彻。他说：“我们以色列啊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的现政权，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生存最大的威胁。所以以色列从头到尾就是要把这个政权干掉啊。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，你美国你是打着什么名义一直在欺负伊朗呢？就说你要发展核武嘛。”已经压着打伊朗打了20-30年了，对不对？那些什么经济制裁啊，还有过去几次对伊朗动武，都是为了什么？废核。那你废核也好，后来又提出了废导，把导弹也废除。那你怎么会把人家政权整个怎么样？40几个人一起端掉？而且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说，你们还在谈判中，而且谈判第3轮谈判还说谈判的成果非常好。因为当时伊朗也很高兴，说这次谈得非常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做出让步了，对，那时候这个卡达外长也说，哎呀，他们已经怎么讲，伊朗已经同意啊，要怎么样，他永不发展核武，然后要把既有的这个核，就是说这个浓缩铀还要交出来，讲的结果就打了。我认为其实美国一直是2手策略，甚至3个战略一直在进行，只是说正在谈的时候呢，没想到突然他们掌握了这个科梅内伊的行踪，情报，哎呀，这是天载难逢的，这就要看川普一个人决定啊。这个是怎么讲？没有武德的作风，不是大国应有的行径，对不对？偷袭人家去炸别人。那就会造成这个结果。那川普一定是他最后敲板的嘛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那他才不管谈出了什么结果，就把真面目放出来，我就是消灭你这个政权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伊朗现在呢，他基本上就变成伊朗为什么最后不谈判了？因为什么？我谈也是死啊，我不谈，搞不好还有活路呢。是，所以呢，伊朗现在只有抵抗一条路了，不可能再谈判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，那谁看在眼里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看到美国这种不讲武德的一个方式之后，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法国总统马克宏，他这样说的：下令全面增加法国的核弹数量，等于是1990年代以来首度的扩充了他的核武，而且呢，未来不会公布核武的数据。马克宏怎么说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马克宏说，法国的核主力新阶段，我们正在走上所谓的先进核主道路。他还说，想要自由就必须令人畏惧，想令人畏惧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。像这个怎么看？哇，马克宏这次提出有关于他这个核威慑，法国自己要走自己的核弹大国路线哦，还是让大家还是吓了一大跳。因为这不是他过去的个性了哈。虽然法国人确实都很一厢情愿，而且自以为是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这个概念也是，但是不太一样。那么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来盘点一下，法国在整个欧洲国家里头，法国确实是拥有核弹数字最多的国家。那么，他们有大概约莫300枚左右。那么，而且它的核弹的发射可以透过潜舰，可以透过军机。那么，另外一个就英国啦。这些其实过去虽然都有做核弹能力，可是要知道1990年代呢，到现在已经将近30-40年都没有再进一步发展，比如说没有更厉害的导弹等等。整个欧洲来说，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美国方面的所谓的这个核共享。像德国不能有核弹，他们可能有能力但没做，都是用他们那边的美国自己本身的军事基地在那边布有核弹。像荷兰也都有，土耳其包括意大利都是。所以过去其实，在欧洲来讲，没有那么积极活跃的这个有关于核弹或核威慑力量，算是在马克宏他是第一次提出哦。他一提出，当时俄罗斯很多都是提出批评，但你不得不说，确实是在最近整个在全世界，包括欧洲国家中弥漫一股所谓实力主义至上这样的概念，因为都说现在旧秩序没有了。
所谓的过去的旧秩序，在整个核能力这个部分、核威慑力来讲，基本上都依靠美国啦。那像法国跟英国这些自己的国家，也没有在很积极的在发展这方面武器的实力。所以，因为现在都在期待新秩序嘛，这个新秩序时候，就使得过去我们比较认为像法国这样比较温良恭俭让然后的国家，看起来现在就是改变。但我必须得说，我觉得这个思路里头是真的被川普影响，全球正在感染的这种实力至上或威权主义。但不得不说，这是你说要攻击别人不是，有核弹是要自我保护。我觉得大家在这次看到，就是因为现在伊朗核弹还没有弄好。对，你看北韩呢？对，北韩小猫咪啊，相对来说，可是核弹就是有了，美国就不敢轻易动它。我相信这也是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好，谢谢尚志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